皇上，您没事吧？老奴护驾来迟啊！德父，这是哪儿？回万岁爷，看这海象和方位，咱们十有八九是被风暴吹到了崖州。崖州就是那个卷宗里飞鸟不渡、毒瘴蔽日、无数人谈之色变的人间地狱。听说这里不仅常年有致命的恶性风寒，深山里更有生吃人肉的化外野人。天要亡朕了，朕的变法才刚起步，西北的军饷还没筹足，怎么能死在这个不毛之地？陛下莫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当务之急还是保命要紧啊！老奴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您安全背回京城。先帝保佑，可算捡回一条命啊！德父，这真是卷宗里说的人间地狱吗？这是什么石头？入手冰凉，坚硬如铁，表面极其平滑，哪怕是金銮殿前的玉道，也远不如这地面来的严丝合缝啊！没有缝隙，这世上怎会有这么大一块完整的巨石？除非是神仙用剑劈出来。护驾，陛下小心，是海妖！这崖州当真是妖邪之地，刚上岸就碰到这传说的巨兽。这是何等的鬼斧神工？墨家机关术复活了吗？不，哪怕是鲁班在世，也造不出这等吞云吐雾的铁器啊！让让，前面的让让，3号吊机卸货了，别挡着道。不要命了！看你们这打扮，不像本地人，外乡来的，遇海难了。大胆草民，既然知道是遇难之人，还不速速拿干净的淡水和上好的吃食来？若有半分怠慢，小心你的脑袋！老李，你听见没？这人张口就要摘我的脑袋，估计是海水喝多了，脑子进水发癫了。王工头，咱们崖人县可是法治社会，县太爷定下的规矩，除了干活不积极扣工分，谁能随便摘人脑袋呀？这老小子估计是从北边哪个破罗户家里跑出来的家奴吧？放肆！你们可知？住口！这位壮士，我主仆2人原是京城去往广州的布商，突遇飓风沉了船，漂流至此。我这老奴护主心切，冲撞了壮士，还望海涵。我们确实已经2天滴水没进了。看你们也可怜，喝吧，这是凉白开，喝不死人。这是琉璃。少爷，没问题，喝吧。多谢壮士救命之恩，德父。这位壮士，这是赏你的，再去给我们弄2身干净衣裳，准备一桌上好的酒菜，挑那最好的海鲜做，我们老爷不差钱。什么破玩意儿？你们拿一块死沉的破铜烂铁干什么？想碰瓷儿啊？这是真金赤金，你这瞎了眼！行了，别嚷嚷，看你们穿的破破烂烂，估计是真没钱。咱们崖州岛不收这种来历不明的金银铜铁，要去买东西吃，得去前头外汇兑换处换咱们崖州的信用券。看清楚了，这叫钱。你们那金疙瘩去换个200-300张，估计能吃顿饱饭。兄弟们，干活了！今天这批货必须卸完，晚上食堂有大青龙管够。好。老爷，咱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了？不然这些人怎么连金子都不收？朕没死，朕倒要看看，能在崖州县这等蛮荒之地，造出这海市蜃楼的县令，到底是何方妖孽？老爷，这地方处处透着邪门，老奴刚才看过了，这街上连个乞丐都没有，这哪像大晋的疆土，倒像是书里写的桃花源。什么？即使在京城，每年冬天都会有人饿死，这崖州竟能连个流民都没有？
兑钱，把你们这儿能换吃喝的通货拿出来。好，客官。橙色酒足，重2两1两，按照崖州今日汇率，可兑换崖州信用币210元。客官，这是您的钱，请点清。拿几张破纸换我2两真金，你们这是明抢啊！就算是京城的飞票，那也是能随时兑出银子的。你这破纸！德福，住口！不得无礼。算了，德福，入乡随俗，拿了钱先去买吃食。上岸1天，朕的肚子也饿了，去吃饭。老板，上2碗你们这儿最好的汤面，再切2盘好肉来。好嘞，客官您坐好。这崖州竟连普通面馆都用得起白面，但在大前能吃得起这种精细白面的人，非富即贵。普通百姓过年能吃上一顿糙米糊，就已经是老天保佑了。这是盐，这是盐！这等毫无杂质的极品雪花青盐，在京城要30文甚至50文1斤，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你这小小的面摊竟然将它随随便便放在桌上供人与用，不怕被人偷走吗？客官，又是个从北边来的吧？什么极品雪花盐？这就是咱们崖州盐场自己晒自己煮的普通食盐罢了。去集市上买2文钱1斤，要多少有多少。这玩意儿比土贵不了多少，谁偷它呀2文钱1斤。大前实行盐铁官营，但底下官员和盐商勾结，层层加码。最劣等掺着沙子和苦露的黑盐都要卖到10几文1斤。无数百姓因为吃不起盐得了大脖子病，浑身浮肿无力而死。而在这个流放地，这种连皇家都视为珍品的雪白净盐，只要2文钱1斤，这不可能。就算海水白给，坚固提存的木柴，人工耗费巨大，2文钱连运费都不够。嗨，咱们县太爷林大人说了，盐是人的命根子，绝不能用来发黑心财。林大人教大伙儿在海边修了水泥盐田，用什么风车抽水、剃度暴晒，根本不用烧柴火，太阳一晒，盐就白花花的出来了。咱们崖州现在连狗吃的饭里都舍得放盐。不需要柴火，太阳一晒就能出极品雪花盐。说这法子能推行全地，大前的3000万百姓，还有谁会因为吃不起盐而死？德福，你怎么了？主子，老奴没事，就是海风吹着，呛了口冷风。好冷，主子，老奴好冷啊！哎呦，这老爷子怕是受了海风里的恶瘴，热汤一激，寒气入体了。这在咱们这儿叫急性风寒，可是要命的急症啊！德福，坚持住，这岛上一定有医馆，对不对？老板，医馆在哪儿？顺着这条大街走到头，有一栋白色的大房子，那是县医院，快去吧，晚了人就烧傻了。大夫，救命！快来人！大夫，潘夫妇，快来人！快放平，测温，准备物理降温。家属把病人放到床上吧。大夫，用最好的药，用上年份的老山参吊命。我有钱。家属冷静点，我们这里是急救区，不收这个。老山参退不了高烧，先去那边填个登记报，姓名、年龄、哪里人。填表，堂堂天子怎么能在这里留下真名？若走漏风声，引来乱党怎么办？我们是落难的行商，户籍文书都被海浪卷走了。没有身份证明，按照林大人的规矩，来历不明者需要先由治安队核查身份，防止是南洋逃来的海盗。他都快死了，你还要核查身份？人命关天，规矩难道比命还大吗？若他今日死在这儿，我定要怎样？诛我9族吗？谁？县尊大人。县尊，这个看起来像个浪荡二流子的年轻人，竟然就是这崖川县的县令。急性大叶性肺炎合并感染引发的高热惊转，体温起码40度了，再拖半个时辰，神仙难救。你能救他？在我的地盘，我不让死的人，阎王爷也带不走。
做皮试，没过敏反应就直接上青霉素，静脉推注。是。你要干什么？用针扎他的血脉？这是什么阴毒的杀人邪术？脉络乃人身之根本，岂能用金铁之物刺穿？拦住他！这是要给德福下剧毒！放肆！你们敢碰我？你们可知我是德福？行了，别嚎了，这叫抗生素，专门杀他体内的病菌的。要不是看你们是遇难者，这一针青霉素在黑市上能换你手里那锭金子10个。这草菅人命的妖官，他若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半个时辰后见分晓。另外，再给他安排个单人病房，省得在这儿吵。病人体温降下来了，呼吸平稳，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进去看看吧，别大声喧哗。主子，奴才没死。德福，你活下来了，我们遇到高人了。怎么样？我这杀人邪术效果还行吧？林大人医术通神，是在下有眼无珠，误会了大人。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敢问这医药费几何？我虽落魄，但家中在京城尚有几分宝产，日后定当100倍奉还。医药费免了？免了？这等神药怎么能免？我崖州县的规矩，凡是在我崖州地界上突发急症、遭遇天灾人祸者，急救费用全免。我崖州虽然是个流放的破地方，但还没穷到要靠赚活命钱来发财的地方。目前天下，哪怕是京城最繁华的医馆，也是先交钱后看病，穷人得了重病只能在家等死。而在这朝廷眼中的不毛之地，不仅有改天换地的公器，有起死回生的神药，竟然还有这等视人命重于金钱的人证。这林燕到底是何方神圣？他这崖州县藏着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局？不过嘛，看你们这细皮嫩肉的，也不像是一般的情商。既然命救回来了，就得按我崖州的规矩办事。救命钱可以免，但你们在岛上白吃白住可不行。等他病好了，你们俩去码头货场搬砖还债吧。搬砖？林大人，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在下虽逢难落魄，但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体面人。在下家中在京城商铺连片，只要你派人送信去广州府的钱庄取对票。停！我不管你以前在京城是少爷还是老爷，在崖州除了70岁以上的老人和8岁以下的孩童，没人可以白吃白住。我的规矩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大胆！我家老爷千金之躯，岂能做那等下贱的勾当？下大晋的天下就是被你们这种自以为高高在上，把劳动视为下贱的寄生虫给搞烂的。靠双手建设家园，比你们靠敲鼓吸髓赚钱干净1万倍。带这2位体面人去后勤处领2套工装。至于这位少爷，骨架子倒是不错，去2号水泥厂的工地上吞车。你们敢碰我，滚开！德福！哪站着干什么？新来的！这是在烧制什么仙丹妙药？为何有如此巨大的火炉？仙丹？你这外乡人脑子烧坏了吧？这叫水泥，把那灰粉和上水，拌上砂石，半天功夫就能凝固的比金刚石还硬。看到没？你踩的路，海边的防波堤，全是用这玩意儿浇筑出来的。有了它，咱们崖州再也不怕台风和海啸了。刚上岸时，朕还以为这大道是仙人劈凿的巨石，这竟是人力硬生生烧出来的泥巴。把泥巴变成比石头还硬的东西，这等改天换地的大术，大连燕到底是从哪部古籍里看来的？大晋的城墙常年用糯米汁混着青砖修补，耗资巨大，且极易风化。如果能把这叫水泥的东西推广到大晋北方的边关要塞，抵御匈奴铁骑，岂不是如同铁壁通墙？别发呆了，干活！把那边堆好的砖块装上车，运到前面的工地去。皇上，万岁爷，您放下，让老奴来吧。老奴的病已经大好了。闭嘴！在这里叫我少爷。你这大病初愈的身子能推得动几块砖？再说了，我也想看看他这崖州的工地到底有什么玄机。
新来的加把劲儿，推完这车就能开饭了。想真堂堂天子，从小锦衣玉食，竟沦落至此受这皮肉之苦。怎么不见拿着皮鞭抽打苦力的监工？老李，你这趟算5分，咱们这儿多劳多得啊！计件算工分，这世上竟有如此规矩，不用皮鞭，却能让人如此卖力。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咱们崖州肉管够。京城立功食不果腹，这流放之地的苦力，竟能顿顿有肉。老哥，让让！外乡来的少爷吧，没干过重活，喝口凉茶解解暑。老张，你们县太爷林大人平日里就这么使唤你们？你们顿顿吃肉，这县衙的府库供得起吗？府库，咱们崖州干活的钱都是从工厂里赚的，谁用官府的税钱？林大人那是下凡的星宿。3年前他刚来的时候，咱们这儿确实病死的海了去了，是林大人造了工厂，开了海贸，教咱们制大砖、烧水泥。你看看这脚下的路，看看那起重机，都是大人的手笔。既然林大人如此恩德，你们为何在街上见了他？县官，您吃了没？刚吃过。老李，你这语子挺甜啊。在大前阶级森严，这崖州竟毫无尊卑可言，却无一人下跪叩拜。下跪！林大人说了，大前的百姓也是人，只要凭双手自己挣饭吃，就不比任何人下贱。大人的原话是：跪久了，脊梁骨就断了。崖州不养软骨头，所以在这儿，除了拜天地父母，谁也不用跪。跪久了，脊梁骨就断了。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这简直是颠覆纲常。这崖州百姓挺胸膛头，生机勃勃，震得满朝文武，反倒像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书走肉。好了，歇够了没？林大人今儿个要去巡视1号大棚，那边缺人手搬肥料，工头让咱们赶紧过去。走，去看看。这是主子，老奴眼花了吧？那房屋难道是用整块整块的水晶琉璃造的？琉璃，完全透明，没有一丝杂质的琉璃。大秦国库里最大的琉璃器，也不过是个半尺高的净水瓶。2年前，竟然有人用它盖了整整几10座房子。这是仙家洞府吗？这琉璃宫殿，这逆转四季的仙果。干什么干什么，别乱摸，弄脏了还得擦。老张，这可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这等无瑕的水晶琉璃，你们竟然用来盖房子种菜，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万一碎了一块，猪10足都不够赔的。神经病吧？什么水晶琉璃，这叫玻璃。县太爷带咱们在后山用沙子烧出来的，3文钱好大一块呢。也就是冬天能保暖，透光好，拿来种反季节蔬菜正合适。哼，还价值连城，拿去给猪圈挡风，我都嫌它脆。不好，是海防塔的敌警，有大船硬闯港口。走，去港口看看。是镇海商会的船，这群吸血鬼又来了。上个月刚封锁咱们的运粮航路，今天居然敢直接跑到家门口来。哼，让林燕那个芝麻官滚出来见我。本少爷耐心有限，今天他要是再给脸不要脸，这崖州岛以后就别想有1粒米一根铁锭运进来。在大前，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但这种垄断一方的巨贾，往往暗中勾结朝廷大员，连一省巡抚都要给他们3分薄面。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崖州，这商会竟然嚣张到敢直接堵门，指名道姓的辱骂朝廷命官。林燕造了这么多神器，富可敌国。面对这群商贾的封锁和威胁，他会如何应对？我很想看看这个敢说大前百姓不用下跪的狂妄之县，骨头到底有多硬。哟，这不是钱大少爷吗？什么风把您这尊大肥吹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林大人明人不说暗话，你这岛上烧制的玻璃和那个能洗去所有污渍的肥皂，已经乱了整个南阳的市场。我爹发话了，给你2条路：第一，把这3样东西的配方交出来，崖州岛以后所有出产的货物必须以成本价卖给我镇海商会统销。我镇场商会保你在这个知县的位子上舒舒服服的捞一笔养老钱。第二呢？第二，
如果不交，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一艘商船敢靠近崖州半步。不仅如此，我听说最近南洋的骷髅海盗团很不安分。林大人这满岛的才知高兴，万一哪天夜里惹来了海盗屠岛，你这区区几十号牙卫，怕是连全尸都留不下了。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外加死亡威胁。身为帝王，朕最恨的就是这种拥兵自重、鱼肉百姓的地方豪强恶霸。如果林燕敢在这个商人面前低头退让，那他之前在朕心里的那些高大形象，就全都是虚伪的笑话。你敢打我！给我上！杀了他！出了事我负责！想杀我？那正好，让钱少爷看看咱们崖州县的规矩。预备，放！有吧，眼泪有吧！快跑啊！这是什么神器？不需要拉弓搭箭，不需要强壮的臂力，只是一根铁管子，百步之外碎铁断木。若我大钱的神奇景营能装备此等神器，莫说那些只知道骑马射箭的匈奴，就算是天兵天将下凡，朕也能把他打成筛子。李燕，你别猖狂！你以为靠几件奇淫崴术就能保住崖州吗？我告诉你，我爹是镇海商会的会长，只要我一句话，南洋所有的商船、粮船、货船，绝对不会有一艘靠近崖州。你们岛上现在虽然造得出玻璃肥皂，但你们种不出足够10万人吃的粮食。只要断了海运，不出3个月，你们崖州全县都要活活饿死。到时候我会带着海盗来替你们收尸，让这里彻底变成修罗场。3个月饿死，钱少爷，我看你是当垄断地主当久了，真以为这片海是你们家挖的池塘啊？各位乡亲，这几个月我为什么让你们没日没夜的在后山伐木炼钢连轴转的加班？今天本县尊就让某些井底之蛙开开眼。这是什么船？皇上，您看那船的体积，比咱们来时坐的5层皇家楼船还要大上1圈啊！此船名为乘风破浪号，载重量是镇海商会那破船的5倍，航速是你们的3倍。你们从广州运1船粮食到崖州要走10天，我的船顺风3天就能跑个来回。那艘船的设计竟然如此逆天！如果崖州真的能量产这种快船，镇海商会的垄断地位将瞬间土堂崩塌。我们不仅无法封锁崖州，崖州的商品反而会以极低的成本和极快的速度倾销整个南洋。不仅如此，我今日在此宣布，崖州远洋贸易局正式成立。从明天起，我们的船队将直航广州、泉州，甚至下南洋。凡是镇海商会卖100文的东西，我们崖州只卖30文。粮食敞开收购，我倒要看看，是你封锁我，还是我砸烂你的饭碗？天尊威武，砸烂他们的饭碗！林燕，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这是在找死！不给我活路，那大家就同归于尽！你等着！不出1月，南洋骷髅海盗团的100艘战舰就会踏平你的崖州，我要把你扒皮抽筋，把你岛上所有的东西全烧成灰！主子，咱们是不是该趁乱弄条船逃跑啊？那商会少爷说要引海盗来屠岛，南洋的骷髅海盗团，老奴在京城也有耳闻，那是10万大军都奈何不了的悍匪啊！但也只有区区几10个拿烧伙伴的护卫，真打下来，岂不是玉石俱焚？好，
大半你懂什么？朕若现在逃了，才是真的痛失天下。主子，您的意思是？这个林燕身怀夺天地造化之大才，无论是他的炼钢术、造船术，还是那种恐怖的火器，任何一样拿出来，都足以改变大钱的国运。朕若能将他收服，带回京城，5年不，只需3年，朕就能横扫草原，肃清吏治，开创万世不拔之基业。可是，海盗若真来了，朕乃真命天子，自有百神护佑。更何况，你以为这个林燕是个会坐以待毙的蠢货吗？他既然敢当众打碎垄断商会的饭碗，就一定留有后手。朕就在这岛上看着他如何应对海盗。若他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朕便亮出身份，恩威并施，救他一命。到那时，他必当死心塌地为朕效命。那个推砖的临时工，别在那儿偷懒了，1号大棚的化肥还没搬完呢，赶紧的，今天干不完扣你食堂的鸡腿啊！来了，这就办。仙尊，那2个人，兄弟们暗中查过了，他们虽然衣服破烂，但皮肤白皙，绝非普通商人。而且那老头刚才在情急之下喊了一声万岁爷。我听到了，咱们崖州这小水湾竟然落进来一条真龙。这包子竟比朕往日吃的那些珍馐海味还要好吃。主子，慢点吃，别噎着。老奴这儿还有1碗紫菜蛋花汤。德福，你看他们编的那铁网有何用处？似乎是用来拦路的。可这般单薄，若是南洋海盗的重甲悍徒冲杀过来，一刀便能劈开吧？劈开？你大可以去试试，看看到底是你的刀硬还是我的网硬。来尝一尝。这叫刺绳，海盗要是敢光着脚丫子或者穿草鞋往上冲，我保证他们会被挂在上面，像烤串一样下不来。林大人，好水。不过防具再好，也只能被动挨打。钱多富说的骷髅海盗团，在下在京城也有耳闻，那可是号称拥船100艘、悍匪上万的南洋霸主，连大钱的福建水师都拿他们没办法。大人虽然手握火器，但毕竟寡不敌众，在下斗胆进言，大人这满岛的财宝和奇迹遗马，确实让人杨月红。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哦，那依你所见，我该如何？林大人，若你信得过我，在下在京城还是认识几位手眼通天的皇亲国戚的。大人只要愿意将这造玻璃、制肥皂，尤其是那火器和飞简船的图纸献给朝廷，在下愿以性命担保，替大人周旋。不仅能调动朝廷水师来替崖州解围，事后大人也绝对能加官进爵，甚至封侯拜相也未可知。封侯拜相，推了5天砖，脑子还没清醒啊？你以为大钱的朝廷是什么好东西吗？大人慎言，朝廷自有法度。有个屁的法度！你既然从京城来，那你告诉我，这崖州岛在朝廷的卷宗里是个什么地方？流放之地，饿殍遍野。对啊，饿殍遍野。每年朝廷按例要拨给崖州3万两救济银，我来上任3年了，这3万两银子，我连个铜板的影儿都没见过，全被上面那些皇亲国戚、知府巡抚给中饱私囊了。这里的人3年前确实快饿死了，是我带着他们一点点烧玻璃、建工厂，靠着自己这双手，把这烂泥滩变成了现在的崖州。我凭什么要把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东西献给那群连老百姓一顿吃几个窝头都不知道的吸血鬼？可是朝廷能出兵保你啊！出兵保我？就凭那些吃干饭的水师？福建水师那些破烂浮船，一年都不敢下几次海，连军饷都被克扣的只能去打鱼。他们拿什么跟南洋海盗打？靠磕头吗？你这个京城来的大少爷，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崖州的规矩就是，我们不惹事，但谁敢来抢我们的饭碗，
管他是谁，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主子，这姓林的大逆不道，他竟敢这般辱骂朝廷，辱骂您！闭嘴！他有狂的资本，大钱的病，朕比他更清楚，但他太小看朕了。他以为朕和那些只知道敛财的庸臣一样，等海盗大军压境，崖州面临灭顶之灾时，朕会亲口告诉他，大钱的天子敢为天下先。提起最高红色警报，南洋骷髅海盗团主力压城。完了，全完了，这根本没法打。主子，咱们真的要死在这儿了！闭嘴！朕是大前天子，岂能死于贼寇之手？走，去码头找林燕。朕今日便要让他看看天威浩荡，哪怕身陷绝境，大前的皇帝也能与百姓共存亡。林大人，事到如今，不要再死撑了。林燕，你听好，朕乃当朝。别吵，别吵，正看戏呢。带上这个，把耳朵捂好。接下来，好好看着什么叫跨越时代的降维打击。这是什么？海神发怒了吗？看你们两个没见过世面的样，这玩意儿叫触发式水雷，等着吧，好东西还在后面呢。妖妇，真的是妖术！他们能召唤海神发怒！闭上你的狗嘴！什么狗屁海神？一定是这群刁民在水下埋了巨型火药桶，用暗线引爆的。传令下去，散开阵型，不要走主航道，所有大炮退去炮衣，给我朝着岸上狠狠地轰！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整片海都埋满火药。开炮！哈哈哈哈哈！看到没？他们的火药桶用光了，他们的城墙也是纸糊的。全军压上，冲进港口，男的杀光，女的和工匠全部抓走。林燕，水下那种奇阵只能用一次，现在他们散开冲过来了，快退回县城死守！你只有区区几百拿着火枪的衙役，挡不住这100多艘战船的火炮齐射的。退，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这个字。黄老哥，你既然懂点军事，那你听说过一句话吗？什么话？口径即是正义，射程即是真理。坐标045，距离3000步，高爆弹装填完毕。1号主炮准备就绪，2号主炮准备就绪。3000步？你在开什么玩笑？大前最强的红鹰大炮，射程也不过800步。那是你们太废了。开炮！口径即是正义，射程即是真理，这是人力能达到的极限吗？不，这就是神罚。
所谓的大前天子，所谓的皇权，在这个掌握天雷与神火的年轻人面前，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愚蠢！主子，您怎么了？您别吓老奴啊！这等奇才，朕必须得到，哪怕是倾尽大钱的国库，哪怕是封他为王，朕也要把他拉上大钱的战车。他们装填需要时间，火炮数量不多，不要怕。为了老大报仇，全速冲进港口。进入死角，他们的炮就打不到我们了。仙尊，敌船太多，散得太开，咱们的炮兵都是新手，岸防炮装填速度跟不上，拦不住所有船。李烨，快撤吧，他们冲进来了。拦不住？谁说我要用几门固定的炮台拦他们了？既然他们想打接茧战，那我就满足他们。传令，深海泰坦号点火增压出雾。这是什么怪物？雪怎么可能浮在水上？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了解一下，只要排开的水的体积够大，别说铁船，就算是座铁山，老子也能让它飘起来。颤抖吧，旧时代的亡灵们，让你们尝尝什么叫工业革命的铁拳。二当家，你看那是什么鬼东西？没有翻，还在冒烟，是不是着火了？慌什么？装神弄鬼！天下哪有不用风帆就能走的船？肯定是岸上的刁民用烂绳在水下拖拽的木头过家，外面包了层铁皮吓唬人的。传令下去，前排10艘船，左满舵，横切过去，用侧舷的火炮给我集中轰它，把它打成筛子！开炮！怎么可能？火炮打不穿，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轮机舱，锅炉压力加到最大，全速冲击，目标敌方前卫班队。他又撞进来了，快躲开！魔鬼，这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我们打不赢的，大炮打不穿，他一撞就能把咱们的船切成2半。撤，快撤，掉头回南洋！泰坦号，给我把他们的阵型冲散！崖州远洋船队，挂起满帆，出港抓活的。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赢了，我们赢了！崖州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主子，朕的80万禁军，在那种火炮下，想必还没冲到阵前就会化为肉泥。朕的无敌水师，在那怪物面前连碰瓷都不配，这根本不是人力。喂，黄老哥，别跪着了，地上凉，你的阵针还没好利索。怎么样，我崖州这艘小破船，还入得了你的法眼吗？现在，你还觉得朝廷那些连木船都造不明白的蠢材，能保护得了我？草民黄真，有眼不识泰山。林大人之伟力，犹如盘古开天，女娲补漏。草民斗胆，恳请林大人将此等改天换地之术传授给天下。若大人肯出山，草民愿倾尽京中所有家产，哪怕为您牵马坠镖，一死而无憾。
想学啊？行啊，不过我崖州不养闲人，想学造铁甲剑，先去船务的锅炉房给我产3个月的煤再说吧。黄老哥，你什么你？还不赶紧起来去干活？一天产不够50车煤，没有饭吃。你那老仆人不用去了，让他去图书馆帮忙整理资料吧。殿下，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咱们身份了？不然怎么会如此羞辱您啊？您堂堂九五之尊，怎么能去铲那种黑石头啊？羞辱？若他真想杀朕，或者拿朕去和乱党做交易，刚才只要说破朕的身份，就能让天下大乱。可他没有。让朕去铲煤，不是羞辱，这是在考验朕。古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今有大千天子崖州铲煤。只要能学到那驱动钢铁巨兽的无上发秘法，别说3个月，就算3年，朕也铲的。去图书馆好好干你的活，朕定要学会那钢铁咆哮的锅炉。快点快点，压力掉下来了！2号炉加煤，别像个娘们一样磨磨蹭蹭的。蒸汽压强一上来，活塞就能往复做功。活塞带曲轴，曲轴带桨轮，只要炉火不断，船就能不用翻。烧开水，把水烧开，竟有这等毁天灭地的力量。工部那些蠢材，天天研究把青铜铸厚，却从没想过用水和火的力量去催动机械。只要朕能活着回京，定要召集天下铁匠，就是拿银子砸，也要砸出一个锅炉来。叔父大人，小人说的句句属实啊！那林燕更不是人，他手里有一种没有帆却能跑的铁船。我们上回和南洋骷髅海盗团100多艘战船被他一艘铁船撞得粉碎，几千号海盗连全尸都没留下几个呀！铁船，大炮轰不破的铁船，荒谬！钢铁入水即沉，3岁形儿都知。林燕不过区7品县令，在崖州那等蛮荒地搞出点奇技窈窕，能有多大能耐？钱多富。本阁老让镇海商会暗中控制南洋航线，是为了给朝廷筹措军饷，可你们却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对付不了，还敢编这种鬼话来搪塞本阁老！大人冤枉啊！小人敢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那林燕还私自造了大量火枪火炮，威力极其恐怖，射程远超神机营的红衣大炮。这等军械若是落入他人之手，一个林燕，本阁老3年没管他，在崖州当起土皇帝来，现在更是连本阁老的财路都敢断，私造军火，图谋不轨。单凭这一条，诛他10族都不为过。叔父大人英明，那咱们赶紧调集两广水师，去把崖州岛给平了，抢了他们的秘方和机器。孝敬大人您！蠢货！两广水师那群废物，连海盗都打不过，你指望他们去剿灭手握重火器的林燕？那大人的意思是？皇上南巡遭遇飓风，至今下落不明。如今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八王爷已经在西境蠢蠢欲动，准备清军策了。这时候去打海外孤岛，无疑是授人之柄。要除掉林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传本阁老密令，800里加急送往西境，告诉八王爷，皇上在南巡途中遭叛匪林燕挟持，如今被困崖州岛。只要八王爷肯出兵前往崖州救驾，这大前天下，本阁老愿兄立他为主。八王爷手握西境20万百战精锐，别说几门火炮，就算他林燕是神仙下凡，也难逃其咎。县尊，钱多富的尸体没找到，估计是被海浪卷走了。还有，您让我特别关注的那个黄老哥，这3天在锅炉房干得很卖力，他现在一天能产60车煤，就是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画些看不懂的图。画图？这是在偷师学艺呢。
要不要属下去敲打敲打他？毕竟咱们的锅炉图纸可是机密。不用，那点初级蒸汽机原理，我本来就没打算藏着掖着。我要改变的是整个大钱的文明进程。靠我一个人一座岛，太慢。更何况咱们这头真龙既然来了崖州，京城里的那些豺狼虎豹估计也快坐不住了。去通知兵工厂，从明天起全线停产钱庄4发枪，全力赶制那个东西。县尊，您是说那个能哒哒哒喷火的连发怪物？对。既然要变天，那就给这旧时代准备一场最盛大的葬礼吧。朕明白了，水火相济，气动9天。原来这就是那铁甲巨剑的跳动之心。肥搭子，吃够了没有？还想不想要今天的工钱？朕堂堂天子，在这产了1个月的煤，终于学到了这足以改变大钱的天机。只要朕能回京，重金招募天下铁匠，不出3年，朕也能造出这样的钢铁巨兽。到那时，林燕，朕看你还敢不敢让朕去铲煤？主子出大事了！大伯，何事如此惊慌？反了！西郡八王爷反了！老奴刚在码头偷听那些商船上的人说，八王爷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说您被崖州的妖人挟持了。八王爷以此为借口，矫诏起兵，号称清君侧，救圣驾。什么？主子，八王爷20万西境百战精锐，已经日夜兼程横穿2网，如今抵达了对岸雷州半岛。他们正在疯狂强征沿海的渔船和商船，连木筏都不放过。他们要横渡海峡，踏平崖州。救驾？胡说八道！朕那位好皇叔是想借朕失踪，一口吞了朕的大钱江山。严嵩之肯定是严嵩之那个老狐狸。朕南巡前刚查了他的贪墨案，他这是借刀杀人。主子，咱们逃吧，趁海峡还没被完全封锁，造条小船逃去南洋吧。逃？朕能逃到哪里去？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一旦巴伯登基，朕就是天下通缉的逆贼。事到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行了。林燕手里有火炮，有铁甲剑，朕必须向他摊牌。朕要以天子之名册封他为大秦兵马大元帅，统领崖州抵御叛军。只要挡住巴蜀，朕许他半壁江山。林燕，平退左右。朕有事关天下苍生存亡的天机要与你密谈。黄老哥，今天怎么下工这么早？50车没铲完了？林燕，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装傻充乐？事到如今，朕也不装了。朕就是大前当今圣上赵真。哦，就一个哦！德福，把朕的贴身玉佩拿出来。行了，别掏了，怪累的。从你们在医院拒交医药费，还非要拿赤金砸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后来你又大半夜跑去兵工厂偷看，除了那个失踪的皇帝和他的大伴，谁吃饱了撑的干这事儿？你早就知道朕的身份，那你为何还敢让朕去铲煤？因为你欠着啊！你别觉得委屈，你从小在深宫里长大，听的是太傅教的仁义道德，看的也是奏折上的花团锦簇。你知道1斤米是怎么种出来的？你知道生铁是怎么炼成钢的吗？你知道底层百姓每天要流多少汗才能换一口饭吃吗？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在金銮殿上发号施令，所以我让你去锅炉房。我要让你这高高在上的天子亲身体会一下，支撑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根基，不是权谋算计，是工业，是那些满身煤灰的工人。好，朕承认，你林燕有治世之大才，朕不追究你的僭越之罪。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西境八王爷的20万大军已经陈兵对岸，那是20万大田最精锐的重甲步兵和弓弩手，你的铁甲舰再厉害也上不了岸。一旦他们征集千百艘小船强行登陆，崖州区区几百个拿火枪的护卫，在20万人海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只要被他们登岛，我们全都会被碾碎。所以呢？所以，朕现在以天子之名加封你为大前异姓王、兵马大元帅。你现在立刻调动船队掩护朕突围回京。只要回京，朕调集天下兵马。逃跑就逃跑，说的这么清新屁俗干什么？再说了，谁告诉你我的火器挡不住20万人的？那是20万人，不是20万头猪。就算他们站着不动让你们打，你们几百把火枪打到枪管半裂也打不完。皇帝老哥，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排队枪毙的旧历书里。我这1个月没动静，就是在等他们集结。既然他们送上门来了，那我就大发慈悲，让你见识工业发展到中期，人类发明出来的终极绞肉器到底长什么样。走，去后山靶场。掀开。这是什么火器？为何没有火绳？为何不用通道装填？八王爷的重甲步兵是吧？人海战术是吧？赵真，捂好耳朵，睁大眼睛看好了。在金属风暴面前，数量不过是一个用来计算的概念。这哪里还是人的力量？不需要排兵布阵，也不需要绝世武将，只需要一根扣下扳机的手指。皇上，现在你觉得八王爷那20万还够我打的吗？王爷，末将已查明，对岸的崖州岛除了几座工坊，连一道像样城墙都没有，守军也不过几百个衙役。那林燕甚至连巨马和壕沟都不挖。没有城墙，几百个衙役。严嵩那个老狐狸还在密信里把这林燕吹得神如其神，说他有什么大炮铁船。哼，本王看定是那老狐狸夸大其词，想借本王的刀杀人罢了。传本王将令，前军5万铁甲重步兵分成3000艘千辆战船，即刻渡海，告诉将士们，崖州岛上不得流油，遍地是琉璃和白糖，谁先冲上滩头擒住林燕，赏金1万两，官升3级。破岛之后，大军放下3日，金银财宝任凭使用。5万人，这还只是先锋。林燕，你真的不调铁甲舰去海上拦截吗？铁甲舰在深水区无敌，但这里是浅滩暗礁区，容易搁浅。再说了，炮弹挺贵的，用来打这些破木板不划算。这是什么？千里眼？这在数里之外的敌军主将，脸上的胡须竟然历历在目。这是高倍光学望远镜。皇上，看清楚了，看清楚你大前最精锐的军队是如何被时代淘汰的。为了大田，
诛杀妖人林燕，救驾！进入射程1000步。按防炮，换流蝎弹，随便打2轮，听个响。500步，敌军先锋以涉水登陆。哎呦，什么鬼东西？有刺！是铁丝，这铁丝怎么这么硬？生物怎么砍不断？距离150步，目标进入最佳杀伤区。开火！我的腿断了！魔鬼，他们有妖法！不准退，后退者斩！给本将冲过去！将军死了！跑啊！这不是打仗，这是送死！他们是会妖术的活阎王！时代变了，黄老哥。这个军队，大前的100年基业，别哭丧着脸了。八王爷的先锋被全歼了，但他主力还有15万人在对岸发抖呢。这戏还没唱完，你还要打？我不打他们，难留着他们过年吗？我不仅要杀，我还要杀人诛心。通知重炮阵地，换装燃烧弹，给我把海峡里的那些破木棒，连同对岸八王爷的中军大帐，全烧成灰。今日本县尊要在这崖州海峡，旧时代点一把最亮的火炬。听听，这定是本王的宪兵冷在攻城略地，踏碎那崖州县衙的动静。王爷神威，区区一个海岛，在王爷的20万天兵面前，不过是螳臂当车。等拿下了崖州，活捉了那个叫林燕的妖人，王爷便可顺理成章的清君侧。届时挥师北上，这大前的天下还不是王爷您的囊中之物？王爷败了，全败了！放肆！什么败了？先锋5万人，才渡海不到半个时辰，难道连个小小的滩头都没拿下来？没拿下来，不仅没拿下来，宪兵营2万兄弟连敌人的面都没见着，就在沙滩上死绝了呀！他们有妖法，有喷火的铁兽，一瞬间就能把人打成碎肉，兄弟们全疯了，正拼命往回逃啊！一派胡言！来人，把这乱军心者给本王砍了！那是什么声音？不好，是抛石机打来的火球，快隐蔽！蠢货！相隔10几里地的海峡，什么样的抛石头能把石头扔过来？火！救火啊！水浇不灭，这火有毒，在水里也能烧！救火！快挖沙子掩埋！王爷，快走吧，大营保不住了，兄弟们全散了。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本王有20万大军，本王该当皇帝的，为什么会被几道火光打没了？皇上，您这是做什么？您是万城之尊啊！让开！大前第9代天子赵祯叩见林先生。天子贵草民，这可是折煞我。黄老哥，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先生不必再试探朕了，朕知道，先生早看穿了朕的身份。朕也知道，先生若是想稳，这大前的天下早就是先生的了。大前病入膏肓，朝堂之上多是如严嵩之这般的豺狼。朕虽有雄心，却无力回天。今日巴蜀20万大军灰飞烟灭，大前藩王之患已解其一，但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朕今日不以天子之尊自居，
只以大前3000万黎民百姓之主的名义，恳求林先生出山救世。皇上，你可知请我出山是要付出代价？先生要什么代价？只要朕有的，只要大钱有的，先生尽可拿去。还是这大钱的半壁江山。半壁江山，你太小看我了。我不要你的江山，我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只要你答应，我就跟你回京，扫平一切魑魅魍魉，还你一个亘古未有的帝国。不答应，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崖州依旧是崖州，大钱死活与我何干？先生请讲，莫说3个，便是300个，这也准了。第一，新政推行科技秦国，废除只读4书5经的八股取士，必须增设算学、物理、化学、格物致知之科。凡阻挠新学者，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孔孟嫡代，杀无赦。准！读书救不了大钱，格物方能强国，杀便杀。第二，全面解除海禁，鼓励农商，盐铁收归国家专营，但绝不许官商勾结剥削百姓。天下物价必须以崖州标准为准绳，凡查出贪墨1两银子以上者，诛9族。准！那些吸血的贪官，朕早想杀绝他们了。第三，回京之后，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把那个蒙蔽圣听将崖州置于死地，更是此次叛乱幕后黑手的首辅严嵩之满门抄斩。而你只能在旁边看着，不许插手，不许求情。先生放心，便是先生不提，朕回京第一件事也是活剐了那个老贼。朕以95之尊发誓。这3个条件，朕若有违背，天人共度，大钱社稷立刻灰飞烟灭。好，既然皇上如此痛快，那这大钱的旧日历就从今天撕了吧。传令，崖州全境进入1级战备，深海泰坦号加满煤炭，崖州第1火枪营、重炮营全体登船。目标：荆蜀大都口。本县尊今日要带兵进京擒皇。诸位臣工，西境800里加急。皇上南巡，在崖州遭遇妖人林燕挟持，八王爷率20万大军渡海救驾。不幸皇上已遭妖人毒手，龙御宾天了。我不可一日无君。本阁老顺应天意，决定迎立八王爷长子为新君。诸位，谁赞成谁反对？此举不仅除掉了皇帝，还把黑锅扣在了林燕头上。等新君登基，大钱的天下就彻底改姓严了。州府大人，大沽口防线全线溃败。慌什么？还不是八王爷的兵马到了。本阁老不是吩咐过打开城门迎接吗？不是八王爷，是一艘铁船，一艘没有帆、冒着黑烟的钢铁巨兽。他一头撞碎了天津卫的水师防线，船上打出几道神雷，直接把大沽口的炮台轰平了。怎么回事？御林军统领何在？给本阁老出去看看。不用看了，严老狗。皇上，你没死！严嵩之，朕没死，你是不是很失望？巴叔的20万大军已经在雷游半岛灰飞烟灭了，人的春秋大梦该醒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0万大军怎么可能覆灭？杀了他！你们这群废物，杀了他！本阁老赏金1万两，封万户侯。你们，朕宣布，首辅严嵩之欺君罔上，勾结叛党，即刻剥皮抽筋，诛10族，其党羽一律革职闸办，家产充入国库。自今日起，大钱废除八股，改科举为科学考，全国推行崖州新政，修铁路、建工厂、开海禁。谁敢阻拦，崖州火枪鱼的子弹就是他的下场。万岁圣明。先生，大局已定，这一字兵监王的王袍，朕命人连夜赶制。大钱的半壁江山，朕愿与先生共享。只要先生留在京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朕保证大钱的国运必将绵延万世。
皇上，你忘了我们在崖州碉堡里的约定了吗？这是蒸汽机车原理、内燃机基础构想以及初级化工大全，这些东西足够大钱消化30年了。哦，先生，你这是何意？难道你要走？朝堂太窄了，赵真。权力这种东西容易让人迷失。我如果留下来当这个并肩王，30年后我就会变成下一个严嵩。地球是圆的，外面还有广阔的美洲、富饶的澳洲。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皇上，有缘再见吧。先生大义，朕定不负先生所托，还天下一个日不落的盛世大钱。这活塞的行程还得改改，不然马力不够去美洲啊！先生，林先生，哟，黄老哥，3年不见，你不在京城当你的皇帝，又跑来我这小岛上偷学技术了？哈哈哈，先生的星辰大海，朕岂能不来看看？这次朕不仅要学，还要跟先生一起坐着那铁甲舰，去看看这圆形的地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